這沒有 EUV， 半導體產業就完蛋了嗎？這一台要價1.81億美元的 EUV， 不止身價昂貴，在晶片產業鏈裡面也佔據樞紐地位。在美國晶片法案的限制下，艾斯摩爾被禁止出口 EUV 機台到中國，甚至連台灣的 EUV 機台內都裝好了自動鎖死裝置，做了最壞打算，讓中國即使侵台也無法竊取這項技術。但到底為什麼這台機器全世界都搶着要啊？我們真的沒辦法打造另一間艾斯摩爾嗎？做晶片的關鍵技術，我們在1957年就知道了。晶片本質上就是在矽晶圓上堆材料，但是每一層堆砌的材料都要透過蝕刻畫下圖案，再疊上下一層材料，反覆進行。為了確保晶片上的圖案正確，1957年萊斯羅普發展了一套微影製程方法。我們簡短複習一下：首先，在晶圓上長出你要的材料，接着塗上光阻劑。下一個關鍵步驟是曝光，你必須準備好光罩放在紫外光和你的晶片之間，光罩上方會有圖案，阻擋紫外線穿過。那些沒有被阻擋的紫外光呢，會讓光阻劑的化學特性產生變化。以负光阻為例，照射到紫外光的光阻劑，溶解度會因而改变。當用溶劑冲洗的時候，這些部分會被留下來，而因為光罩阻擋，沒有照到紫外線的部分，則會直接被沖洗掉。最後放入氫氟酸或其他溶劑，那些沒有被光阻劑保護的地方就會被溶劑蚀刻，刻下你想要的圖案。到這邊，恭喜你一次微影製程完成了，你印上了第一層的圖案。接着只要重複一次次的循環，最後就可以在晶圓上蓋出立體的晶片。而當我們想要做出更小的晶片，其中的關鍵是如何在光阻劑上留下更細小的圖案。過去只要將光罩的尺寸縮小，就能不斷造出縮小版的圖案。但是當光罩小到一定程度的時候，過去沒出現的繞射現象發生了。具體來說，當圖案的寬度小於半個光波波長時，光波就會發生繞射現象。光波在經過狹縫時，不只會筆直前進，還會在轉角處轉彎，刻出錯誤的圖案。也就是說，雖然光罩可以不斷縮小，但如果要確保圖案的正確性，每個結構的大小都無法小於曝光光源的半個波長以下。例如，在公元2000年初期，當時使用的光源是雷射。雷射的波長已經從氟化克的248奈米縮短為氟化亞波長的193奈米。193奈米的光源要應付現在7奈米以下的製程，絕對是力不從心啊！為了繞過這個物理極限，科學家嘗試透過各種方法來克服，例如浸潤式蝕刻或是多重曝光。浸潤式蝕刻指的是在光源和晶片之間塗上一層水或其他液體，改善光學路徑。這有點像我們在使用高倍顯微鏡的時候，會在鏡頭和樣本之間滴上一滴鏡油。多重曝光指的則是將一個圖案分成多次拍攝。例如，如果有6條線，1、2、3、4、5、6要曝光，可以一次分為2次。第一次呢拍135，第二次拍246，如此增加線與線之間的間距，就能盡可能減少繞射的發生。這些方法統稱為解析度增強技術 （RET）， 希望在波長不變的情況下，透過重新設計，拍出解析度更高的圖案。除此之外，因為繞射產生時，紫外線會隨着光罩與晶片距離增加，偏移越來越嚴重。1970年代，也有人直接將光罩放在晶圓上，與光阻劑直接接觸，以減少光罩與表面的距離。但是這種方法在曝光結束、光罩被提起來的時候，通常會沾黏光阻劑，並損壞晶圓。最後，這個方案作廢，而是改為發展對準曝光機，通過精密設備幫助我們可以細調光罩與晶片的距離等各項參數，借此減少繞射現象。在這些改進之下，雖然當時曝光的光源是193奈米的深紫外線雷射 DUV， 我們竟然還是一路挺進到7奈米的製程節點，值得掌聲鼓勵。不過到了7奈米以下 ，DUV 終究遇到了瓶頸，科學家終究還是要往更小的波長曝光邁進。那你可能會想啦，改用短波長有什麼困難的？這困難可大了。例如光線必須透過透鏡來聚焦，但是一般的玻璃透鏡會吸收短波長的紫外線，波長185奈米以下的紫外線甚至會被空氣吸收，因此整個微影過程必須在真空当中進行。繼續看下去，你就會發現困難的不止這些。無論如何，此時終於有人下定決心，要從193奈米直接跳進到波長1/10不到，只有13.5奈米的極紫外光 EUV 開發。
而這個耗費30年時光、數十億美元開發，至今全球也只有一間公司達到的偉大征途，也就此展開了。在先前的節目中，我們提到微影製程設備商的領頭狼不斷換人做。從萊斯羅普發明這套技術以來，德州儀器、鉑金艾爾默、GCEA 到1980年代的尼康跟 Canon， 先後成為不同年代的關鍵廠商。最後，在關鍵的1990年代，新的挑戰者艾斯摩爾出現了。尼康、Canon 跟艾斯摩爾成為競爭微影製程設備市場的3巨頭。而 Intel 的一個決定，打破了三足鼎立的局勢。當時的 Intel 跟美國政府主導的實驗室認為，日本的半導體產業正在快速發展，甚至許多原本屬於美國的業務都被日本搶走了。如果真的要投資設備商，應該就要選擇較為中立的荷蘭廠商。因此 ，Intel 決定與艾斯摩爾牽手，開啟30年的漫長研發合作。雖然這項任務耗費的時間、財力、精力都無比巨大，但巨額的投資也注定讓艾斯摩爾在30年後站上無可撼動的微影製程龍頭地位。Intel 希望艾斯摩爾能開發出13.5奈米的極紫外光 EUV 設備，好應付未來更小的製程節點。但光是要怎麼製造穩定的13.5奈米光源，就是一個極大的挑戰。因為我們找不到一個雷射管或電燈泡可以直接發出13.5奈米的光，要發出 EUV 必須製造高能電漿。做法是用高強度的雷射打在標靶上，讓標靶瞬間產生高能電漿，並放出 EUV。這項用電漿製造 EUV 的任務，艾斯摩爾找了另一間雷射公司西蒙來完成。西蒙的任務很不簡單啊，他們必須設計一套流程，利用二氧化碳雷射轟擊金屬錫來製造 EUV。最後，這個流程絕對比點亮一顆燈泡要更難許多。首先，金屬錫要先化為一顆顆直徑30微米的小錫滴，並且透過發射裝置以時速300公里的速度快速穿過真空的腔室。還沒完，接着要用高功率二氧化碳雷射連續命中同一顆小錫滴2次。第一次的雷射負責加熱小錫滴，讓它膨脹；第二次則會把它加熱到攝氏22萬度，形成一團滾燙的電漿，比太陽表面的溫度還要高40倍。這樣，這團高溫電漿就會輻射出短波長的紫外線，也就是 EUV。但是，這也只是一個短短的 EUV 脈衝。如果要確保機台穩定產生 EUV， 這個過程需要每秒重複完成5萬次。要完成這套轟擊設備，剛剛說的大概只能算1%的困難度。例如，光是要造出這道雷射，西蒙就找上了另一間雷射公司創普。創普花了10年打造這道雷射，最後每座雷射發射器竟然都需要使用超過45萬個零件。為什麼要搞得這麼複雜？原來當雷射照射小錫滴之後，錫會被雷射轟擊成殘渣，影響後續 EUV 的產生。因此，小錫滴必然需要快速移動，並且精準地控制雷射命中的次數，讓新的小錫滴能不斷進入反應腔內，穩定產生 EUV 光線。題外話，除了錫之外，當時他們也考慮過其他元素，例如能發出波長更短，只有11奈米 EUV 的氙電漿。但是氙發出來的 EUV 強度不夠，錫還是首選。講到這裡，我們也只解決了一半的問題，因為就如同所有微影製程一樣，那道光最終需要通過一連串的鏡片組照射到我們的晶片上。這部分最大的挑戰就是 EUV 很容易被其他物質吸收。那為了避免 EUV 跟空氣反應而把環境抽成真空，大概是其中最簡單的步驟，因為連鏡片本身都會吸收 EUV。頂級的設備當然要有頂級的公司出場，來自德國的光學鏡片龍頭公司蔡司承接下了這項任務。首先，他們必須排除使用透鏡折射對焦的方式，因為 EUV 只要穿過鏡片，就會因為被吸收而大幅衰弱。因此 ，EUV 機台當中是全部由反射鏡組成的全反射式系統。但雖然改成了反射式，還是要解決 EUV 會被吸收的問題。最後，蔡司在鏡片上鍍上矽和鉬2種薄膜，這2種材料互相交疊數十到100次，這種構造稱為布拉格反射鏡。當光線在不同折射率的材料中前進，這個構造能創造更多的反射與建設性干涉，提高反射率。做法是有，但這項任務實際上還是太難以達成了。本集感謝台灣米一贊助，讓我們能一窺人類工藝技術的極限。為了讓 EUV 能精準地照在目標位置，這些鏡片必須非常平整。
有多平整呢？如果把鏡片等比例放大到台灣那麼大，那麼鏡片上的瑕疵起伏高度只能容許在1%毫米之下，差不多是一根頭髮的寬度。而這光線聚焦的精準度，就等於你在地球上拿鐳射筆去瞄準月球上的一顆乒乓球。唯有這樣，辛苦產生的 EUV 光才能經過多次反射聚焦，精準穿過奈米級的光罩，落在光主機上。Intel 的光学微影执行長 Mark Phillips 就曾經表示 ，EUV 是人類制造過最精密的儀器，可以說是人類科技力的極致展現。要及時控制、校正這些不容一絲誤差的鏡片組、光罩與曝光平台的聯動，就需要搭配超高精度的感測器，像是利用電容式位移劑、電感式涡電流位移劑，或是透過光學式設備，如彩色共焦位移劑或是白光干涉儀。這些不同量測原理的感測器都能對應不同的量測情境與材質，達到亞奈米級的精度，是許多半導體等精密工業設備的核心測量利器。而在 EUV 裡頭，許多的感測器就是交給德國米一 Micro Epsilon 客製開發。而且，除了在業界廣為人知的彩色共焦技術，還有其他光學與非光學等方式，多路監測 EUV 這部精密巨獸。例如，當鏡組些微移動，電容位移劑就能透過介電值的變化來量測位移。實際上，一台 EUV 裡面就有將近1000顆來自米一的感測器。在曝光機中，需要校準的不只有鏡片組，還有放上去的光罩。如果擺放位置偏了一些，最後微縮轉印到晶圓上的時候，就會產生缺陷，進而影響後面的良率。畢竟現在的半導體已經小到，就算只差幾層原子，就會影響很大。此外，與光罩相對的晶圓的位置也很重要，因為我們不可能去移動好不容易才校正好的 EUV 機台，因此曝光時負責移動的一定是晶圓。EUV 的双工件平台能同時移动2片矽晶圓，一片進行曝光，另一片則同時進行量測，優化精準度。平台能以6個自由度高速運動，這裡要仰賴的感測器則是精準到奈米級的渦電流位移劑。德國米一集團看中台灣市場，2022年在台灣設立的子公司台灣米一，為台灣的半導體設備商提供更在地的服務。從一般的目錄標準品到針對客戶需求設計的客製品，為台灣客戶提供超高精度的感測器解決方案。透過與艾斯摩爾、蔡司等頂尖設備商的合作經驗，協助台灣的本土半導體設備升級。所有設備供應鏈裡面的精密位移量測與定位任務，都能看到米一感測器的身影，像是研磨設備、暫時貼合設備、點膠機、高精度粘晶機、晶圓形貌量測設備等等。講到這裡，想必大家都能了解半導體產業的崛起，為什麼從晶片設計、晶片製造到設備商如此密不可分、互助共榮。我們回到 EUV 的誕生，歷史告訴我們，蔡司跟西蒙都成功完成了他們的任務。艾斯摩爾從2006年成功製作出第一台 EUV 樣機之後，從此獨霸市場，一直到今天。我們能看到另一間比肩艾斯摩爾的公司出現嗎？可能很難。這種規模的公司與無數技術的創新跟整合，是需要花費數十年與數十億美元投資才能夠建立的。那反過來，我們該擔心艾斯摩爾壟斷整個市場嗎？壟斷已經是事實了。但是艾斯摩爾並不是單打獨鬥的公司。看完前面的介紹，我們就知道 EUV 機台的誕生還得歸功於許多企業與零件商的共同努力。尤其是打造席低烘級設備的美國公司西蒙和製作反光鏡的德國公司蔡司，艾斯摩爾自己生產的零件只有15%，他們真正的關鍵技術是將這些零件組裝成一台能運作的 EUV 機台。雖然艾斯摩爾後來收購了西蒙，也入股了蔡司，但 EUV 絕非一間企業或一個國家就能獨自完成的。EUV 就是一台由多個國家與企業共同打造的工藝品。時間來到現在，艾斯摩爾已經瞄準2奈米以下的製程了。在去年推出了最新的高數值孔徑 EUV 機台，並將第一台賣給了 Intel。傳聞台積電也已經入手了 EUV 機台，但還是屬於機密事項，這部分我們就拭目以待吧。好的，本期節目就到這邊。下次見到艾斯摩爾的貨車時，記得離遠一點，不要跟自己的荷包過不去啊。我們下集再見。